第47章亵渎。听着身上少年愤怒的低吼，萧玉一怔，旋即俏脸满是羞怒，死了命的挣扎，不过却被戾气忽然暴涨的萧炎紧紧地按住手腕脉门，一丝丝酥麻的感觉让得他身体有些使不出劲。再次挣扎片刻无果之后，萧玉也只得停下无用的举动，眼眸怒视着萧炎，丰满的胸脯微微起伏，羞骂道：小混蛋，滚开！萧炎咧了咧嘴，脸庞上的淤青带来一波波的疼痛，吸了几口凉气，低头冷笑道：放了你，那少爷白挨打了。少爷说了要强奸你。被一个小了好几岁的少年压在身上，并且口口声声地说着要强奸自己，萧玉在羞怒之余也是有些哭笑不得，他可不会相信这家伙真敢对自己做那事。手腕扭了扭，没有动静，无奈的萧玉只得斜瞥着他，忍不住的冷哼道：小混蛋不学好，等你发育完全后再和人说这种话吧。被质疑了男人的能力，萧炎眉间顿时一挑，低头不怀好意的道：你试试。被萧炎的目光盯得心中有些发毛，萧玉咽了一口唾沫，不过高傲的他依然倔强地扬起雪白下巴，冷笑道：只要你敢试，我就敢把你那东西给剪了。嘴角一抽，对于这死也不松口的女人，萧炎也是有些无奈。说实在的，他虽然对这女人有些气愤，可还远远没达到要将之强奸的那种恐怖地步。不管如何说，她毕竟是自己名义上的表姐。然而即使是这样，可自己这顿打总不能白挨了吧。眼眸微微眯起，萧炎抿了抿嘴，忽然猛地俯下身子，狠狠地压在萧玉的身上，两具身体的契合直接导致萧炎的胸膛被抵上了两团柔软的娇嫩。被萧炎这突如其来的举动震得愣了过去，萧玉的小嘴微微张开着，似乎还没从自己已经被亵渎的震撼中回过神来。萧炎没理会忽然安静的萧玉，左手快速地抓住她的两只手，右手猛地探下，在那双性感修长的美腿之上狠狠地摸了几把。几年前他就知道这女人对自己的双腿几乎有着畸形的自恋，虽然这双腿也的确很让每个男人心动。被萧炎的双手在双腿上一阵乱摸，萧玉身子骤然僵硬，片刻之后一声尖叫猛地自萧玉微微张开的小嘴中喊了出来。耳膜被震得有些发麻，萧炎在摸完之后犹如猴子一般的弹跳起身形，然后飞一般的对着山脚下窜去。他知道这女人多半又要发疯了。尖叫声持续了好半晌，这才缓缓停住。萧玉俏脸此时布满着愤怒的羞红，美眸含着怒火，死死地盯着山脚下若隐若现的背影，咬牙切齿地尖声喝道：萧炎，小混蛋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远处的背影没有理会山上传来的尖叫，在略微一拐之后消失在了视野之中。混蛋，混蛋，混蛋！望着消失的萧炎，萧玉俏脸铁青，一双玉拳狠狠地砸在身旁的泥土之上。发泄了好半晌之后，萧玉终于缓缓平复了心情，俏脸羞红地望着自己腿上那几个有些泥土屑的模糊手爪印，在手印之处似乎还残留着一股股令人酥麻的感觉，让人提不起劲来。咬着一口银牙，萧玉浑身有些发软地撑起身子，看着自己凌乱的衣衫，顿时有些欲哭无泪。这次不仅没有教训到那家伙，反而又失手被他占了大便宜，这种结局让得萧玉很是不甘。想起先前萧炎的放肆举动，萧玉虽然心中又羞又怒，不过却并没有如同几年前那般拖着剑满家族追杀萧炎。现在的他也是成年人了，自然不会再像当年那样闹得满家族都知道自己被那家伙摸了大腿。俏脸阴晴不定地立在原处，想了好片刻，萧玉这才恨恨地跺了跺脚，低声骂道：小混蛋，别让我逮着机会，不然一定要你好看。抽了抽挺翘的玉鼻，萧玉略好飘散的青丝，再理了理凌乱的衣衫，有些垂头丧气地对着山脚下慢吞吞地行去。逃下后山的萧炎也是有些忐忑，躲在山脚下的隐蔽处，看着萧玉俏脸铁青离开之后，这才略微松了一口气。无奈地摸了摸鼻子，萧炎的右手不自觉地互相搓了搓，嘀咕道：比几年前摸得更舒服了。唉，和这白痴女人见面总是忍不住性子，看来小时候对她的积怨还真不是一般的深。扭了扭脖子，萧炎苦笑了一声，
深吸了一口气，压下心中的一些念头，再次恢复以往的平淡，缓缓行出。行出隐蔽之处，萧炎脚步忽然一顿，有些讪讪地转过头，望着远处那斜靠着树干的青衣少女，尴尬地笑道：“薰儿，你在这里做什么呀？”远处的薰儿懒懒地靠着树干，小蛮腰上的一束紫色衣带随风飘荡，秋水眼眸扫过萧炎，似笑非笑的道：“萧炎哥哥，刚才我看见萧玉表姐怒气冲冲地走过去，难道你又遭惹她了？”讪讪地摸着鼻子，萧炎走上前来，干笑道：“谁知道她又发什么疯？”望着讪笑的萧炎，薰儿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萧炎哥哥只要一和他纠缠在一起，就总会头脑发热地干出一些让人目瞪口呆的事。听着薰儿这若有所指的话，萧炎有些心虚，无辜地耸了耸肩，道：“你知道，我也是被逼的。”不置可否地轻笑了笑。薰儿抿了抿小嘴，小手负于身后，少女轻盈的身姿颇为动人。明天就是进斗气阁寻找功法的日子了，萧炎哥哥还是准备准备吧。少女远去，余音缭绕。